影子是监察院旧臣，海棠是范闲的女人，13郎是范闲的友人。今日入宫行刺所动3人，全部是范闲的私人关系。毕竟这是与陛下的君子一战，陛下能容忍范闲找这些人来帮忙，也能猜到。然而若范闲动用了东夷城甚至是北齐的力量，这事情只怕会更加麻烦。而更麻烦的则是此时宫外的安静，一片白雪之中的皇城前广场竟安静得像是一个人也没有。当4名剑炉弟子也化作幽影，持剑护送范闲4人踏上了皇城外广场的雪地时，整个天地间似乎都只能听见他们这一行人的脚步声，竟显得那样的寂寥。这种死一般的安静太过诡异，任谁都知道有问题。范闲虽然没有动用剑炉弟子的意思，然而他所安排的出宫道路与影子的选择一样，也是谁都不会想到的皇城正门。之所以选择皇城正门，还因为范闲事先就推断清楚，自己入宫与陛下交涉谈判，而京都里自己杀死贺宗伟一事应该已经爆发。那些文官们肯定会来扣婚鸣冤，那些倔强的御史们更是会跪在雪地里向皇帝陛下施加无穷的压力。这一点在昨夜姚公公的禀报中已经得到了证实，所以此刻范闲数人逃出皇宫正门时，本应看见一地满脸悲愤的官员，听见嘈杂的议论声，白雪已经被践踏成一片污泥，而各府里的下人仆役则是躲在远处的街巷马车里。他们这一行逃出来的人则能趁乱而遁，甚至范闲连如何抢夺各府里的马车都已经想好了退路。然而什么都没有，只有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他们唯一能够看见的就只有自己这一行人在雪地上留下的足印和淡淡的影子，唯一能够听到的只是自己沉重的喘息声。所有人都发现了异常，后方的宫门已经重新缓缓地关闭了起来，里面的禁军侍卫十分出人意料的没有追击出来。然而影子依然冷漠着脸，向着前方飞掠着，明知道眼下有蹊跷，明知道这可能是一个困兽之局，然而众人还能怎么办呢？除了冲过去，闯过去。皇城前的广场极其雄伟扩大，当年阅兵时曾经容纳过10万之众。3年前京都叛乱，秦叶2家领大军围攻，也有数万大军在此处集结。然而今日一片厚雪之上，竟只看得见这一行从宫里辛苦杀出来的人，看上去是那样的孤零零，十分可怜。从这个孤单的队伍右后方传来一连串轻微的杂响，皇城角楼处的零星战斗似乎也结束了。北齐人安插在南庆最久的奸细和刺客大概已经被禁军扫荡干净，而此时却有2个人影从角楼处的朱红色宫墙上坠了下来。皇城极高，那2个身影坠落的速度极快，眼看着便要坠入雪地，落个骨折身死的下场。不料却听着空中爆响一阵厉喝，一个身影腰间弯刀急出，在宫墙上看似胡乱，实则妙到毫巅的斩着，每一刀斩下便在朱红色新修复的宫墙上留下深深的痕迹。那个人使的是一对弯刀，实力极为强悍，在空中竟然还能维持住自己的身形。而另外那个人明显修为要弱一些，只有用手中那柄剑插入同伴的刀柄铁链之中。不过是几个起落间的功夫，这2个身影便重重地摔落在宫墙之下。那名身形魁梧的强者没有受什么伤，抓着他的伙伴便向着雪地的正中跑了过来，看去向似乎是要与范闲一行会合。这2个人是北齐残存不多的9品高手，其中一人是苦荷大师的关门弟子，北齐皇宫第一高手郎桃，另一人则是河道人。此时范闲一行人已经奔至了茫茫雪地的正中，忽然发现多出了莫名其妙的同伴，不由怔了怔。为了配合范闲的行动，北齐小皇帝竟然舍得让手下最厉害的2名杀将潜入南庆，真可谓是下足了血本。然而郎桃大人初入京都，却根本没有来得及发挥他真正的本领，只来得及配合潜在宫里的奸细，用那守城弩发出了一箭，便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太极殿前的那场刺杀开戏并且落幕。
英雄气短，莫过于此。一身修为醇厚至极的狼桃，竟是连一刀都未曾向庆帝斩下，便被禁军们迫得遁下了皇城。而他身边的河道人更是脚上受了伤，只有被他提在了手上。不要跑了！一直被影子提在手上的范闲，看着渐渐要汇合在一处的狼桃，冷漠地开口说道。他的眼瞳微微一缩，心底不只是吃惊，更有一种荒谬的怒意。为什么世上的人们总以为他们可以配合所有他们想发生的事情？不论是剑炉弟子还是狼桃的出现，让范闲的心都凉了起来。他安排了那么久，筹谋了那么久的事情，在这一刻却忽然失去了根基，由不得他不感到悲凉。令范闲更加悲凉的是这片天地广场的安静。一行人汇聚在广场正中间的雪地上，离前方的民宅并不是很遥远，离右前方的丁字路口更是近在咫尺。然而所有人都知道，在那些地方一定有些不知名的凶险正在等待着自己。范闲再次败在了皇帝老子的手中，一败涂地。而剑炉弟子和狼桃那两个北齐人的出现，更是让他最后用来保命的借口都没有。他不知道皇帝陛下在宫内已经发出了必杀的指令，不知道自己的心战终究没有办法成功，眼瞳里泛过一丝淡淡的疲惫。影子沉默地停住了脚步，就在这一片风雪之中，海棠抹去了唇角的鲜血，微微一笑，走到了积坐于雪地中的范闲身旁，下蹲偏手说道：我早就说过，似你这样手鼠两端，想顺了歌情又不逆扫意，真是很幼稚的想法。我只是想少死几个人，终究是些私人的事儿。范闲极为勉强地笑了笑，坐在雪地中，感受着臀下传来的冰雪寒意，说道：若无耻到了极点，也会有人万人来拜，这是我做不到，不然今天怎么会在宫里弄了这样一出？王13郎耷拉着血肉模糊的臂膀，走到了他的身边，沙着声音说道：至少你试过了，虽然败了，也是不错的。范闲往身边的雪地上吐了一口血唾沫，喘息着说道：可我真的很怕死。话虽然这样说着，他的眼眸里却泛着十分少见的恬静安乐的光芒。狼桃走到范闲的身前，平静说道：看样子你不怎么喜欢我的到来，只是你的私仇其实也是我们这些人的私仇，所以我的到来和你没有关系。当然必须承认，我第一次发现原来杀人这种事情和武道修为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在这件事情中，我显得有些无能。狼桃看了一眼自己的师妹海棠朵朵，复对范闲皱眉说道：如果朵朵肯把你们的计划告诉我，或许今天的结局就不一样了。结局或许是早就注定的，人得信命。不过待会儿你如果能把我背出去，我就不说你无能。范闲凄惨的露齿一笑，望着狼桃说道：